一夜，就一夜，所有的一切都给毁了。倭寇杀了我爹、我娘，镖局所有的人，西安寺师傅，还有石井的百姓。如果石井镖局没有被袭，我一定还是那个谁都瞧不起的私生子。我不喜欢自己的过去，我讨厌那个庶出的灵感行。只要我活着，就一定要为我爹、我娘、西安寺的师傅们，所有的人报仇。我要亲手杀了直江从，亲手杀了3只屠田。我喜欢现在的自己，令人恐惧。在我的屠刀下，掌握着无数人的生死。我喜欢现在的3支乱步，荡尽倭寇，还天下太平。师父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我就一定要做到。战浩，乱世之中需要有你，更需要你这样的斗志。但是执着太深，未必能够通达彼岸呐。你应该听过一句话：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放下屠刀就真能立地成佛吗？那大师您连屠刀都没拿过，岂不已经是佛了？又怎么会沦落到现在这地步？如果佛就这样，那不成也罢了。我认为，只有能掌握别人和自己生死的人，才是真正的佛。我就是佛，我就是佛，我就是佛，我就是佛。方丈说的这些我不是很明白，可是我又怎么能帮助展浩做出改变呢？你可以帮助他平复内心。你和展浩从小就相识，共患难，所以你们2人之情不比其他。男情女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展浩是俗家弟子，并未剃度受戒，即身在红尘，也不必刻意超脱红尘。战浩在武训比试中显现了过人的才华，对这个徒弟，我寄予了太多的期望。不仅是我的期望，还有少林的期望，更有千千万万人的期望。如今世事倭乱频频，战浩是有着成为抗倭领袖人物的潜质，非同寻常啊！方丈对于展浩看得如此之高，老衲绝非夸大其词，但是若是以领袖标准看他，尚不足啊。他最大的障碍，恰恰是他心中的执着。展浩从小家中遭遇变故，他一直希望展倭复仇。
方丈，难道这有错吗？这不是错，是嗔。世间万事都有其规律可循，捷径不可取，欲速则不达。我所担心的，实际是展浩会被心中的执着影响太多，而让他无法打开胸怀。要知道，做一个领袖，除去要有过人的才学和能力，最重要的，必须要有一颗博大包容的心。我明白了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自然就能帮助展浩放下心中的那些执着。好的，方丈，我一定尽力而为。哈哈，老衲谢过黄姑娘。哎，方丈，我能做的事情微不足道，怎能受您如此大礼呢？不，黄姑娘做的事情，万不是微不足道。黄姑娘要明白，展浩早晚要肩负起领导抗倭的大任。到那时，他就不再是黄姑娘的展浩了，而是千千万万百姓的展浩。到那一日，你不能与他朝夕相伴，不能与他长相厮守，只能默默地送他出征，再默默地等他回营。各种辛酸苦楚，他人无法感受，他人无法分担，只有你一个人独自承受着这一切。黄姑娘，老衲谢你，谢的是你从今以后的承担，谢的是你从今以后的牺牲，谢的是你从今以后为他人而甘愿舍弃自己的慈悲。方丈，我懂了。哎，慢一点啊！哎，下坡了啊！都留神脚底下啊！跟上啊！慢点，慢点啊！注意啊，脚底下！留神着点啊！啊！这怎么早把我推倒了啊？是啊，这摔坏了怎么办？你怎么推的你啊？你会不会干活？我摔坏了怎么办？扶起来，快点啊！哎，走吧，这你们跟上，大家都注意啊！注意点啊！来，跟上！哎，注意脚底下啊！快点！来，跟上！都留着点神啊！来，别再摔了啊！啊，好香啊！来，如烟，我帮你。哎，这女人做的事，男人可不能做。谁说的？男人一样做。哎，我来。你都忙半天了，也该歇会儿了。真香啊！开饭了。来，坐这儿。快尝尝啊，肚子还真饿了。来，展浩，哪怕是为你烧一顿饭、洗一件衣裳，我也是很开心的。展浩，抗倭不是比武，是打仗，别单靠一个人。一个人的力量再强，也无法匹敌整支军队的。我明白，所以我一定会成为抗倭的领袖。你一定会的。来，你也吃。好，尝尝这个。你吃点这个。好。来。
大人，所有人都抓来了，其中有4个会功夫的。会功夫的，是。把他们带上来。是。给你们个机会，打赢我，所有人都能得救。哼，这他妈也叫会功夫？哎，这么杀人也挺好玩的。父，展浩，师傅又惩罚你了。没有，我在想，你现在不是和姐妹们在卖水仙花吗？要是我每天雕一遍心经给你，那来买水仙的人不就更多了？展浩，你是为了雕给我吗？嗯。
展浩，你能这样做，我知道你是在刻意沉淀自己的。展浩，你能这样做，就一定能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的。基本上一个父子。是。啊，那是足利父子。足利父子。对。我看他那样子，倒像是个领将。她是军中唯一的女将领。那她跟足利义时是什么关系？她是足利义时的独女。那她的地位？她的地位和三只兔田将军是一样的。啊。你对足利父子有想法？足利姓氏在东瀛很尊贵，因为幕府将军就是足利家族的人。那足利义时也是幕府将军之后了。足利义时是室町幕府第10代将军足利义直的小儿子。战国时期，由于政变，足利义直将军被流放，足利义时就带领全家逃到了大名，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军队。那为什么是在福建，而不是在浙东？浙东那边是汪直的势力范围，而且还有大名名将戚继光和于大猷。其实我们三支家族也是名门望族。是吗？武田24将是东瀛最勇猛的武士。我们三支一脉是武田24将的后代，只不过因为后来家境没落，我四处流浪，到了大明后，不少的东瀛浪人和忍者投到我的麾下，我才建立起现在的三支军团。如果没有我们这股力量，足利义时根本无法在闽东站住脚跟。父亲，您为什么没有当军团的领帅？军队的统帅只是个称号，我们尊称足利义时为将军，无外乎是对他姓氏的尊重。父亲，你说这个足利父子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见过他了？对。你是不是看上他了？看上了就是看上了。军中几乎所有的将领对父子小姐都存有爱慕，这也包括直江错的兄弟，也都是他的追求者。是吗？嗯。你喜欢他，这没有什么意外，但是要得到他的垂青，你要有更大的作为，不然你们俩地位悬殊，这是一条你无法跨越的鸿沟。我明白，父亲，我一定会有所作为的。我收你做儿子，就相信你一定有这个能力。足利义时这个独女从小生长在福建，7岁的时候就跟随军团到处作战，她是看着杀人放火长大的。你不要看她相貌动人，
他的内心残酷到了极点。你知道他那把刀吗？照父亲这么说，还有什么与众不同？当然与众不同。是瓷刀。瓷刀？对，这是烧制出来的极薄的瓷片，锋利异常，但极其易碎，而且每一把刀都价值不菲。还有这样的兵器？制造这种兵器是德化窑口，早晚有一天，我们要打到那里。父子，师傅，还喜欢这儿吧？我喜欢在牢里。没人喜欢在牢里。我送你一座岛，把我囚禁在岛上，就可以好好教你武功了。我越来越觉得少林功夫博大精深了。我在师傅身上学到了太多的东西。在这里练功，就不会有其他倭寇发现你在学少林功夫，连你的养父三只秃田也不会得知。师傅真是大智慧，什么都瞒不了你。我就是这么想。知道我为什么肯教你吗？请师傅明示。我除了受你的威胁以外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因为你是汉人。少林功夫、除却功夫，还有禅机。我希望你可以在修习武功的时候，洞察禅机，领悟佛法，从而放下屠刀，回归那个叫林展鹏的少年。林展鹏？林展鹏是个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一个可怜虫。做那样的人有意义吗？我喜欢现在的自己。有人恐惧，有人害怕，这才是做人应该拥有的。我喜欢现在的三只乱步。这是给师傅的膳食，我每天都会送新的过来。这么说，你每天都要划半个时辰的船来此？孝敬师傅，受点苦算不了什么。我想把师傅身上的钢钉取下来，可是你不敢。请师傅谅解。我在何处？这里离海岸有3里吧？不，我问的是牢中的我在何处？你把我从牢中带走，难道就不怕被人发现？你一定找了人代替我，他在哪？哦，我遇见了一名男子，跟师傅长得很像。你杀了他？没有，我遇见他时他已经死了。嗨，我就是杀不杀他，他都得死。他是死囚，是要犯。何为要犯？何为死囚？他不过是落入倭寇之手。倘若有一天你落入大明军手中，你就是要犯，你就是死囚。没错，胜者为王，败者寇，这个道理师傅也懂。不是这个道理。大多人看不透五蕴皆空，执着于欲，执着于心，执着于念，看不透何谓通达，悟不通何为平等。你也一样不懂，所以无论你怎么修习，
都无法达到武学大成的境界。只要我能赢就行。三支图田的麾下猛将直江错率部攻打了福清湾，当地守将要请援。杜信，你带僧兵团前去，以保护百姓为主，切勿贪功恋战。弟子明白。师傅说，师傅，展浩，师傅。你带俗家弟子和乡勇团，跟随杜信师叔一同前往。记住，出征后一切要听杜信师叔的。是，师傅。展浩，直江错一直是你想手刃的仇人，可是你千万别小看了这位倭寇中的大将。他武功或许不及你，但是他打仗的本事绝非寻常。弟子明白。不过师叔，现在我们的僧兵和乡勇是精锐之师，这次出战一定会大获全胜。这里是明军守军的主营，大约有2000人马。哼，2000老弱病残，不足为战。主营的前面是少林僧兵团。此次前来有600少林武僧，少林武僧以一当十，不可硬碰。主营的右侧是离我军最近的地方，大约有1000人马。另外，今天早晨又有少林俗家弟子的乡勇团赶来共同协防。哥，少林寺乡勇团乌合之众，不足为惧。你懂什么？乡勇团个个神勇，他们打起仗来根本就不输给少林武僧。传我的命令，全军后撤。后撤？对，全军后撤30里，派先锋营去攻打东面的3个渔村。记住，一定要杀光、抢光、烧光。东面那3个渔村，那可是离明军右翼最近了，乡勇团很容易就过去增援。我就是想让他们过去增援。什么？倭军都打到东边的渔村了，来势汹汹，且下手狠毒啊！立刻起兵前去增援。是。展浩，杜信师叔刚刚传来命令，要全军保持不动，静观其变呢。哎呀，没错呀，就是静观其变呀。可现在敌人已经变了，都打到我们眼前了，我们还原地不动。哦，难道让他们残杀百姓？兄弟们，跟我走！是。哥，正如哥哥所料，右翼前锋营的乡勇团已经去渔村增援了。主营的僧兵团呢？有没有动静？什么？展浩出兵了？是，他听说东部渔村被进攻，就立刻带兵去增援。这个展浩啊，会不会是直江错的诱敌之计啊？展浩出兵，我们就没有右翼了。如果倭军这时进攻的话，我们就少了侧营的部队。薛恒在，你留守主营。缺叶，你随我去右翼，补上展浩的空缺。走。好，很好。僧兵团分出1半兵力去补充右翼，这样一来，他们已经被我们拉入纵深了。哥，
咱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进攻了？不急。你不是喜欢吃拉面吗？面拉得越长，就越容易断。我明白哥哥的意思了。那下一步该怎么做？等乡勇团到渔村的时候，我们以重拳从其侧翼攻击其腹部，使其阵型错乱，然后从正面给予强攻。那么此役必胜。有长进。就在那儿了。战号，前面就是渔村，倭寇就在前面，不足100人。不足100人？对。那就把他们全都灭了。走，好，走。用埋伏！我们应战！师叔，战号现在岌岌可危，咱们不能坐视不管呐。当然不能不管，可我担心一旦出兵，倭寇趁机偷营啊。那该怎么办呢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去增援战号。也好。哥哥，怎么样了？前去渔村的乡勇团快撑不住了。撑得住。过不了多久，右翼的僧兵团就会去增援。那我们要不要增兵？有这个必要吗？乡勇团不过400人，我在渔村安排了2000人马。等僧兵团赶到，也已经被打得差不多了。我刚刚教过你，怎么就忘了？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拉开。现在既然右翼已经出兵了，我们现在就去攻打他的右翼，要有重兵去打，在短时间内把他打下来。哼，让那些出营的僧兵无营可归。战号，多谢师叔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不来，你就被全军歼灭了。没想到这是倭寇的圈套。既然你来了，我们就把他们全部干掉。不行，我们向东撤，倭寇是3面夹击，就是要把我们缠在这里。我现在担心的是右翼，那儿的兵力不足。如果倭寇这时进攻的话，我们整个防线就被撕破了。
跟他们拼了！拼什么拼？大炮，你听我的，赶紧向东撤，不许恋战，撤！走，哥，明军的右翼已经被我们攻克了。渔村那边呢？情况怎么样？他们没有恋战，从东面跑了。我们三面围堵，最后还是被他们跑了。哼，他们还不算太笨。哥，咱们现在要不要乘胜追击啊？天快黑了，做饭。做饭？要是硬碰硬的跟他们打，我们怎么可能输给这帮倭寇？也就是中了埋伏，要不然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师叔，我们现在已经汇合在一起了，我觉得应该集中兵力发起反扑。他们绝对想不到我们会那么快反扑，我们一定能大破敌军。展浩，你还不明白你输在哪里吗？就输在战术上。这一点，我们和直江错相距甚远。就目前，无论我们的兵力和我们所在的位置，都不占任何的优势。且不说反攻，就说直江错现在攻打我们，我们抵挡起来都相当的困难，更别说逆转战局了。那怎么办？难道我们要继续撤，继续逃？就目前局势来看，撤兵是唯一的选择。什么？真要撤兵？对，全线撤军，撤出福清湾。撤出福清湾？我们从泉州到这儿，是要保护福清湾的，这才刚刚交上手，我们就要认输了。师叔，展浩，我明白师叔的意思，他是怕倭寇反攻，造成更大的伤害。撤军嘛，可以避免仓促交战，我们也可以得到休整的机会，找到合适的战机，我们再战嘛。我没听过这样的道理。要是让出了福清湾，出兵还有什么意义？倭寇不过是侥幸得逞，我们也只是丢了一个右翼，怎么弄得像全盘皆输一样？师叔，反正我觉得不能撤，绝不能撤。那你们的意思？这，我们听师叔的。您决定。师叔，决定吧。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，我们让他尝尝少林功夫的厉害。明军和僧兵被迫后撤了10里，看来他们已经失去了地形上的优势。没错。将军是今夜进攻，该怎么做，你应该很清楚。我率忍者偷营，扰乱敌军。你连夜带兵从西面包抄，在半里外等候。是。上山一旦偷营成功，我会率本部兵马直接从正面攻击。记住，只打阵地战。明军一旦后撤，不要追赶。明白。哥，为什么不追？该杀的杀了，该抢的抢了。追那些败兵穷寇，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？
张浩，我思来想去，我们还是必须撤退，而且不能耽搁，马上撤。可是，师叔，我们到底怕什么呀？我们现在驻兵的地方是在山里面，就算倭寇要反扑，他也不敢现在来吧？正因为如此，我就是害怕倭寇晚上来偷袭我们。来了正好，敢来我就敢杀。张浩，现在还不是你逞强的时候。我已经决定了，马上撤离。师叔，你张浩，师叔，师叔，倭寇从正面发起攻击了。师叔，什么？师叔，倭寇从侧面发起进攻了。师叔，打吧！打什么打？小心！是忍者！师叔！快走！东西师叔，师叔，师叔，师叔！我知道错了，我应该听你的，师叔。师叔，师叔，撤！快撤！老子是你，快撤！撤！快撤！师叔，我带你回少林。师叔，东西师叔。东西不算多嘛。哥，我的手下在茶馆里听说有一个商队刚刚离开不久。哦，是个多大的商队？不是很大，10来个人。不过他们的货可是满满装了一船啊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啊？如果哥同意的话，我想带一艘3桅快船追上去看看。这样的小事，你自己决定吧。你也该锻炼锻炼了。前面来了一艘船，是倭寇的船，是倭寇的船！大家赶快准备，
是倭寇的船过来了！回应战！回应战！快！快救船！快呀！快救船！来告我！快！杨勇没命了！快呀！救啊！快呀！登船！上！上！把货带走。是。师父，我败了，还害死了笃信师叔，我对不起少林。先回去歇息吧。你真的不打算再教我了？你身上的戾气越来越重，我再教你，会危害更多的人。你就是不教我，我也会害很多人，而且我保证，比你想象的还要多。你又想以滥杀无辜来要挟我，因我教你武功，以致让你滥杀了太多的无辜。这一切皆因功夫而起，有悖少林武学的初衷，所以我已经打算自行作画。我死了，你就不能再要挟我了。看来你是真的想死。既然你想死，我也不拦你。哼，你也拦不了我。不过，作为师傅，最大的心愿就是看见徒儿的成长。徒儿想送师傅一程。你想看看你的武功到了什么程度，是吗？
够了。你说什么？一只手足够了。你送不走我的。32年，整整32年。没想到32年都没有入其佛法的绝学，在弥留之际竟然顿悟。可惜呀！即使我参透此项绝学，却又将命绝孤岛，尼离叶依然将是无人知晓。展浩，这次失败，败就败在我对自己盲目自信，过于自负，也是因为我，才害死了杜心师叔。我真的很后悔。展浩，可是你不能把这些错都归在你一个人身上啊！做错事情就应该承担，可我现在应该怎么去承担，我不知道。
你醒了。这是哪？这是一座孤岛，只有你我。你从哪里来？要到哪儿去啊？孩子，我剩的时间不多了，赶紧拜师吧。拜师啊！你既然此时来此，就是和我佛有缘，这是你的机缘。我与佛没什么缘分，没缘分。那你知道你是怎么来这儿的吗？啊，你自己看看吧。林展祥，林展祥，展祥，既然你在此时漂流到此孤岛，即是与佛有缘，与我有缘，天命如此，一切无能比，是我心落河。夜苦惧苦泣无有灯火黑绳众河叫唤大叫唤，一切无能比，是我心落河。年轻人，这是泥犁业的心法奥义，希望有一天你能看到，你能悟到。阿弥陀佛。哎，展浩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哎，师傅，他还在吗？从天亮开始，已经半天了。展浩一直都在山门外跪着。你们所有的人都不要管他，让他去跪着。师傅，
他。詹祥，竹筏已经做好了，就停在后面。此时的潮水正是流向岸边，顺着潮水，你就可以上岸了。詹祥，你我师徒一场，相聚的时间固然短了一些，日后你可去少林找我的师兄释灵定方丈，告诉他，我将泥犁业传授给了你。去吧。谢谢大和尚。阿弥。为玄流骨，亦有下渡真正趣味。你认识到了吗？说。第一，武功再高的人，也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战胜一支军队。第二，不懂得听取别人的意见，就注定要失败。第三，在战役中，战术的作用远远大于武功。你认识的前两者，只要能真正认识到，对你今后会有很大帮助。但这第三，仅仅是认识是不够的。师父，以前我只是学武功，现在我更要学兵法。你能想通这一点，很好。3日后，你去伙房，找一位渡恶师傅。弟子谨记。
师傅，我今天叫你一声师傅，是因为你教过我。你不想让我做倭寇，我也不想。但万人唾骂和快意恩仇，我宁可自己掌控自己的生死。这是我当时唯一的选择。师傅，愿你早日成佛。爱是信念的潮汐，为你早已经决定。我是小小一条鱼，随你的狼狈卷起。苦海陪你度过。大哥，你看那儿有个人，快点，快点！哎呦，快！来！决意陪你跃上去。我是好了，冲上岸的鱼。兄弟，你快醒醒啊！醒，兄弟，醒醒！哎，好了。哎呀，好了，没事，吐出来就好了啊！好了，没事了。这是哪儿啊？这是福建连江，你知道吗？没事了，兄弟啊！兄弟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啊，兄弟，那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兄弟几人都是要去闽东做生意的。你要是没什么去处的话，就跟我们一块儿走吧，帮忙背东西什么的，钱不多，怎么样？要不要一起走啊？对呀，好，来，扶他起来，来，好，小心，慢点啊！卖水仙，谁买水仙了？来看看卖水仙。来盆水仙啊，好，就这个吧。好嘞，钱回头我们东家来借。谢谢啊。荣燕啊，刚刚听人说，然后他从早上就怎么了？就跪在少林的山门外受罚呢，已经跪了1天了。哎，展浩，你跪了多久啊？师父为什么要这么惩罚你呢？师父没有罚我，
是我在罚自己。罚自己？我应该接受这样的惩罚。你回去吧。那你还要跪多久呢？不知道。就这样跪着吧，我心里会好受一些。好，我陪你。长野君喜欢钓鱼，你不觉得这儿很清静吗？貌似清静，钓鱼何尝不是一种较量？乱步军找我有事吗？福清湾这一仗大获全胜，我很想知道这一仗是怎么打的。你对这个有兴趣？直江错在军中打仗很是有名，福清湾这一仗又是以绝对的优势胜出，我很想知道其中的奥秘。你是想偷学直江错将军的兵法吗？偷不偷的倒无所谓，我就是想学。兵法、阵法、围歼、伏击，其实这些并不难，难就难在执行的人。像长野君这样的人，恕我直言，此仗的关键在于长野君率忍者偷营这一步，搅乱了对手。其实我真正想学的，就是长野君这套打法。你怎么知道我这套打法有用的？人少、精准、有效，我喜欢。你想效仿？确有其心。我想建立一支有效的奇袭部队。乱步军，我真的很欣赏你的直接和坦诚。我想交你这个朋友，当然要坦诚。其实早在乱步军创造百人斩的时候，已经令我刮目相看了。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。你比我大，那我以后就视你为兄长。好。这位师傅，请问渡厄大师在哪儿？睡觉的那位就是。哦，多谢。阿弥陀佛。渡厄大师。渡厄大师，哎，二位师兄，请问渡厄大师到底是做什么的？渡厄啊，在少林只做一件事情，而且一做啊就是20年。什么事？吃饭。吃饭啊？那他是不是寺里的绝顶高手？就他，可能连我都打不过。林展浩，拜见渡厄大师。
林展浩，拜见渡恶大师。打败仗那个林展浩啊？一败涂地吧。引饵出洞，拉饵纵身，侧翼袭之，迎头痛击。这是直江簇的打法。他用的是啄木鸟战法。啄木鸟战法也不是他首创的，乃是东瀛名将武田信玄所创。就是先遣精锐灵动部队从敌背后袭之，敌旦向前方败退呢，那就从前方由敌之主力迎头痛击。之所以叫啄木鸟战法，它就是啄木鸟捉虫啊，先在树干旁边捉之，待虫惊慌奔逃，那自然就落入了啄木鸟口中。原来是这样。如果我早知道这样的战术，就不会输得那么惨了。倭寇鼠辈岂懂用兵，就如小儿嬉戏，哪能与我汉室先人的兵法相提并论？林展浩愿意跟随渡恶大师学习兵法。好，多谢渡恶大师。这豆芽做得好，你再去后厨去给我端一盘来。好。来，跟上啊！哎，好，过了桥，咱们歇一会儿。好嘞。来，小心点啊！哎，你们几个到前面先歇一会儿。哎，好。是不是很美啊？这儿是蓬莱山，在武夷南边，地美茶好啊。哎，怎么想留下？行，我们也算一同走了一程。你要多保重了。那边山下有很多茶庄，你要想留下来，就去那儿找个活做好了。保重了。来，伙计们，咱们接着赶路了。还有这样的？是，他的出腿相当的凶悍，基本上都在3招致命。他现在杀了多少人？已经非常多了。哎呀！你练过少林功夫？练过又怎样？练得不怎么样。你的腿够狠，但不够快。那又怎样？拿出你所有的功夫跟我打，赢了我让你走。杀！
你在少林待的时间不长。哎，在少林待了几年？2年，后来被赶下山了。为什么？打伤了一个同门师弟，就给我赶下山了。后来又当了明军。是啊，在福州府参将手下，做个小头目。那怎么又被抓了呢？跟你们打仗，参将让我带30多个兄弟在连江以南设防。你们来了以后，参将那狗日的倒先跑了。你们人多，打不过你们。那为什么不死在镇上呢？死在镇上？我根本就不想死在镇上。少林弃徒又是明军逃兵，你说我不要你，你去哪儿？我就当强盗去呗。这也叫报复？哎，跟着我愿意吗？愿意。想都不想就说愿意。从你进笼子要跟我打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开始想了。行，算我没看错人。叫什么？谭鑫。你让我跟着你，是因为我会功夫？开始是，后来觉得你小子还有点脑。不够再给你来一只啊！啊，谢谢啊！哎呀，还以为得杀100个人才能出笼子呢。哎呀，为什么？之前听说有一个人在这笼子里边杀了100个人，就出了笼子，后来还当了倭寇的将领。我要有机会，我也想跟他比试比试，看看到底是他厉害还是我厉害。他厉害。真的？你也跟他打过？我没有。你有？我有。他就是那个人。小青啊，哎，啊，小伙子长得不错啊，身体也不错，做工啊，啊，那你会不会采青啊？那炒青呢？炒青你也不会啊？那分茶检查你会不会啊？哎呦，这孩子长得挺好的，怎么什么都不会呀？那什么都不会，你只能做杂工了。我跟你说，哦，做杂工也可以啊。好。哎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你不是哑巴吧？你真是哑巴呀？哎呦，这孩子长得这么好，怎么是哑巴呢？真可怜呢。叫什么名字？
哎呦，你说我这脑袋哑巴怎么能会说话呢？你得，你写下来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写也不会，写也不会。哎呦，你说你这孩子，我怎么称呼你啊？我总不能叫你阿猫阿狗，这行吗？我就叫你阿狗。好，那我就叫你阿狗了啊。好，那行，阿狗，这样，我们进去，我给你讲讲咱们茶园的规矩啊，走，来，随我来吧。每人呢发2件衣服，要经常洗换，不能弄得脏兮兮的啊。咱们老爷在这儿啊是最大的茶园，是有身份的人，咱们不能给老爷丢脸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看这土楼了吗？这都是我们的。老爷、夫人、小姐就住在3楼。哎，对了，这3楼啊不能轻易上去，除非我允许啊。咱们下人呢就都住在下面。我带你去看看你住的地方啊，走。都记住了啊。来，就这儿，好吧。我跟你说啊，在这儿干活一定要勤快，眼里要有活。管家好啊，好，记住了啊。哎，你就住在这儿啊，怎么样？伙计们啊，这是新来的啊，不懂不会的多教教他，多带带他啊。放心吧，您放心吧，放心吧。哎，手脚麻利点啊。哎，放心吧。哎，小心点，别碰碎了啊。哎，好的，管家。好嘞，你们没少打了碗。好，知道了，管家。还有你啊，你这那个鸡每次啊毛都剃不净，怎么吃啊？哎，是，我知道了。您放心吧。来，看，这个是你的床，这个是你的新衣服，赶紧换上吧，啊！哎呦，又赶上这杀鸡宰牛的，你看看，这味儿真受不了。
阿狗啊，怎么今天轮到你值？哎，那你怎么干这么多杂活啊？哦，我们的阿狗啊，真勤快。是啊，阿狗帮我们把院子都打扫了，真勤快。哎呀，好了，不干了，咱吃饭。哎，阿狗，走，吃饭，咱们吃饭去啊！走吧，走吧，别干了啊！走。你们可知道最近一段时间，三只屠田的军队打了不少胜仗啊？是啊，大人麾下的军团中，三只屠田的战绩是最好的。那应该怎么办呢？应该嘉奖。父子在。父亲，你说应该怎么办？父亲要嘉奖，那嘉奖就是了。好，那就你去。我去？你是我女儿啊，你去，才能代表我对三支屠田军队嘉奖的尊重。那我和上全军一起去。他不用去。如果我的女儿和我们军团中最出名的将领上泉重四一起去的话，那就太尊重三支屠田了。是。听说足利父子要来。是代表足利义时来给三支军团嘉奖。足利义时的阵营中总计有7部军团，除了上泉重次之外，没有能和我们相提并论的。父亲，这父子什么时候来？他来了又怎么样？她是足利义时的女儿，又是统帅军队的将领。你呢？你现在什么都不是，连走到他面前去问候的资格都没有。你少想这些没用的东西，多想以后该怎么征战，怎么成为将领吧。是，父亲。我一定会成为领将的。阿狗啊，我们要走了。我们这些打短工的呀，四处漂泊惯了。再说这茶园已经到了淡季，我们到东边去再找点活做。好了，我们得走了，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啊？一起去吧。那我们先走了。我们走了，保重啊！你们也保重啊。阿狗，我们先回去了。阿狗，你也早点睡吧啊。阿狗，你也打算走啊？我看你东西都收拾好了。哎呀，也是，这旺季一过，做短工的想不走，人家也不留啊。找管家结过账没有？别忘了把账结了啊。那我忙去了啊。
小姐的梳子，你把它送上来吧。你听见没有啊？赶快拿上来！这人真是个慢性子。谢谢。你叫什么？阿狗。我跟他说话呢，你插什么嘴呀？小姐，他是个哑巴。啊？行了，你赶紧忙去吧。慢性子。可惜了。看着一表人才的，却是个哑巴。他怎么叫阿狗啊？大家都叫他阿狗。什么时候来的？就上个月，是招进来的短工。小姐，阿狗很勤快的。我听说他每天一早都起来打扫院子，谁都没要他做过，是他自愿的。大伙儿都挺喜欢他的。阿狗啊，你这一天都在这忙着干活啊？好，阿狗真勤快啊！哎，阿狗，你是不是想长期留下来做工啊？啊？啊，好，那我跟老爷说一声，让你留下来啊。好，那你忙吧啊。父子小姐，请吧。副子将军，这位是？这位是三支将军的义子三支乱步。义子，
乱步是汉人。哦，直江错将军，你的接连取胜，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。父亲再三叮嘱我，一定要我带到他对你的赞赏。感谢父子将军，请代我向足利大人表示感谢。三枝将军，父亲让我问候你。我为父子小姐准备了晚宴，为你接风洗尘。谢将军。大人，最近您的武功进步之快，真是令属下震惊。属下以为在军中应无人能敌。大人，刚才您离开之后，父子将军还问起你，一边被人注目，一边受人鄙视，而且三枝将军还告诉他，您是他的养子。一边让人宠溺，一边又受人声讨。大人，刚刚的席间你也看到，石江错在席间说我是汉人，立刻让我低人一等。石江错，我早晚会让你知道瞧不起我的代价。这算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也太不讲信誉了！老爷，您别生气呀！我怎么能不生气呀？大后天就是宴请茶商的日子，而且我都已经跟人家说了，这回来的都是些老雇主。这次我从城里请了名厨，就是为了烹制佛跳墙这道菜。我都跟人家讲了，你叫我怎么下得了这个台？就是嘛，他提前好几天就给我开一个大单子，叫我买这买那。你说我费了好多劲儿都买回来了，他怎么说不来就不来了呢？这，哎呦，老爷，你看这怎么办呢？你说这方圆几十里，这再也找不到会做佛跳墙这道菜的厨子了。我不管，你必须给我找来。哎呦，哎呦，哎。
不错，记住了，凡是提汤味儿、提鲜味儿的，佛跳墙都推出；调补肠胃的，佛跳墙也同样推出，明白吗？嗯。哎呀，佛跳墙的菜啊，最重要的其实是这个笋，因为这是吃口感的。佛跳墙的笋一直是最受欢迎的，因为笋这个东西啊，百炖不烂，所有味道的精华最后都进到笋里去了。还有，这器皿也尤为重要。你知道什么坛子最好吗？这个花雕酒的坛子最好。还有啊，俗话说得好，这咸甜三分味儿，不过呀，也不能太咸。哎呀，走吧走吧，都听说过佛跳墙，可是有几个真正吃过佛跳墙的？再说了，你是跟过大厨的人吧？你总归见过佛跳墙吧？哎，走走。我是见过那道菜，可是我不会做呀。我要是会做那道菜，我就不在镇子上当厨子了。我跟你说呀，你就放心的做吧，所有的材料都是会做佛跳墙的大厨开出的单子，你放心的做吧，错不了。进去吧。阿高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这可都是花了大价钱买来的，你怎么都给我祸害了呢？啊？这什么？一品啊！什么一品啊？一品佛跳墙啊！一品佛跳墙？这位师傅是？啊，他那个。这位师傅，请收我为徒吧，请教我这道佛跳墙，请收下我吧。这真是一品佛跳墙？这真是一品佛跳墙！哎呀，阿狗啊，你可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题了！哎呀，欢迎各位光临呐！哎呀，来，请干一杯！来，请。请用餐啊！好。对了，陆院主，这个佛跳墙什么时候上啊？哎，对啊，什么时候上佛跳墙啊？是啊，我们都等着呢。就是，这个来，请再喝一杯。来，喝。老爷，佛跳墙已经准备好了。先吃菜。好，那就上菜吧。怎么样？哎，这个也上菜，一品佛跳墙。来了。倒是在别的地方吃过一次，确实是人间美味呀！今天可有大饱口福了。大家请慢用，请。来。哎，陆院主，你是请的闽清名厨徐大公做的这道菜？我断定，这绝不是徐大厨的手笔。徐大厨的佛跳墙我曾吃过一次，和这个不一样，香味儿就不一样。这个佛跳墙闻起来更胜一筹啊！
是啊，我闻着都流口水了。对，是。那大家请，大家请。请。鲜，太鲜了，太好吃了，难得的美味呀！再吃点。好吃啊！多吃点，多吃点。哎，来，诸位啊，再干一杯！好，哎，来，多谢陆原主啊，多谢。明白吗？孙大师，你是想写《孙子兵法》吧？一目了然呐，《孙子兵法》，又曰《吴孙子兵法》，又曰《孙武兵书》。哦，原来是这几个字啊！我写的不好吗？好。这些天，在大师的教诲之下，我对兵法了解越来越深了。想想以前，真的是井底之蛙，无知的可怕。大师，既然我对兵法有了深入的了解，我现在恨不得马上上战场，和倭寇一较高低。一较高低？你有多高？你有多高啊？还一较高低？哼，可笑，可笑亦可悲呀！展浩，日后还要向大师多多学习才是。没长进啊！你看看，你跟了我多久？你再看看，这天都什么时候了？啊，你还不去后厨看看那饭好没好啊？好，展浩马上就去。快去，快去！来，你跟我说一说啊，在哪儿请的大厨？这道菜做的这么好，人人吃了都赞不绝口。快说说。老爷，你猜一猜。哎呀，你就别给我卖关子了，快说说，到底是谁？啊，这道菜呀，是咱们的杂工阿狗做的。杂工？阿狗？阿狗，就是他。阿狗，来，快！来，哎呀，放一边去啊！这有一身绝技的人，你怎么叫他做杂工呢？你是不是眼拙了？哎呦，这老爷对不起，我这老眼昏花是眼拙了。是，阿狗有这身好绝技，不能再做杂工了，给我们做大厨，给我们掌勺啊！怎么着？你还不愿意了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不会就会做这一道菜吧？哎呦喂，你这会的可真够巧的呀你啊！阿狗啊，你是个福将啊！我跟你说，以后再来客人，就叫你做这道菜了。对。对了，今天晚上再给我来一罐啊！来一罐，再来一罐啊！对，再来一罐。大师，风林火山，风林火山啊，其疾如风，其徐如林，侵略如火，不动如山。领兵之将若是能将自己的部下调教到这个境界，那就无往而不胜了。展浩一定将此铭记于心。千百年来啊，兵家典籍千千万万，世人独尊《孙子兵法》。为什么？就因为风林火山这4个字儿啊。
兵者，诡道也。先要审时度势，自己先当孙子，然后才能让你的敌人都当孙子。明白了吗？战后明白。你真明白了？啊，战后马上就去后厨。各队之间一定要听从指令，只要大家协作默契，就可以做到进退自如。如此，就算倭寇人数占优，也难以在我们严明的阵法中讨到便宜。脚力是行兵的关键，比倭寇走得快，比倭寇走得远，就能打败倭寇。展浩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你每天练兵练武那么辛苦，可只要你在泉州，每天都陪着我雕刻水仙的。是我要谢谢你。最近连连战事，在这样的日子里，每天能够陪在你身边，是我最珍惜、享受和眷恋的温情时刻。展浩，我常常想，要是你被方丈一直罚在这里就好了，那我就能天天见到你了。荣燕，只要你想，我随时来陪你。我怕你以后能陪我的日子越来越少了。不会的。会的。不过，能想着自己的男人，等着自己的男人，我一样觉得幸福。最近我研究了直江错近年来打的10几个胜仗，除了对兵法阵法的娴熟运用以外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。什么？就是明军太弱。